据越南媒体近日报道，文章中越南媒体表示，虽然苏联军工业水平的威望过大，但俄罗斯这6款武器的制造研发证明了自己。它们分别是：第一，苏57隐形战斗机。作为俄罗斯研发制造第一款第5代隐形战斗机，俄罗斯在1998年重新制定了第5代战机的技术要求，推出了新计划。苏57的研发虽然网络上对苏57的贬低偏多，认为它机身设计以及电子设备方面仿佛一款假的第5代，但苏57的设计并非完全不可取，即使隐形方面有所缺陷，但它的超机动、超音速巡航设计还是让人刮目相看。第二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俄罗斯在研发中尽可能的采用最新的技术，号称该坦克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率先用无人炮塔代替有人炮塔的设计，炮塔外层附加装甲。被动防护能力超强，装备着国际领先的主动防御系统、有源相控雷达，并配备着一门全新设计的25毫米2A82 EM 型滑膛炮等等设计，让 T-14主战坦克成为称得上世界最强坦克。第三，回旋镖装甲车，俄罗斯研发的2栖轮式装甲运兵车，取代苏联的 BTR-80。据悉，这款装甲车虽然在造价上比原先的 BTR-90计划更便宜，但早期在实际服役中，它的引擎装置安装位置造成的士兵只能暴露在敌人射击威胁的侧边进出，在运载货物或者伤员担架等方面的不便，让它缺乏任务合理性。近年经过改进，实用性或将得到提高，但这款武器技术，个人认为并不是很出色。第四，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射程可达18000公里，预计将在2021年服役。一旦服役，将超过俄罗斯的 R-36M， 成为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俄罗斯在洲际导弹方面的研发成果确实令人佩服。第五，高超音速武器。以俄罗斯最新的2款高超音速武器，一款米格31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金扎尔，一款从弹道导弹阿万加德来看，这一技术俄罗斯可以说是领先于世界各国。从苏联时期提出的研发技术，俄罗斯在遗传后可谓将其发扬光大。在高超音速技术领域一直独秀，即使现在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已经让很多国家望尘莫及，俄罗斯也不曾停止继续研发的步伐。这5款武器对比大部分国家来说，的确是在先进的武器装备行列，有一定的研发技术和难度，算是俄罗斯军工的代表作。但能否压过苏联军工，个人感觉还是相差甚远。毕竟苏联时期的黑科技武器装备研发计划和设想，现在拿来看，其设计思想依旧不落后，可见苏联的军工先进程度。俄罗斯虽然不是苏联，但俄罗斯军工真的不如苏联吗？也不是，只是在俄罗斯军工研发方面的限制因素太多了，没有足够的条件和经济去支持俄罗斯重振世界军工的声望。近年来，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中国、印度的冲突前线都是在北部高原，似乎在印度洋海域还是比较平静的。但中国最新向巴基斯坦出售的 Block 3批次的枭龙令印度海军十分忌惮。这不光是因为最新的枭龙战斗力的提升，还因为枭龙配发了一款奇怪却又强大的反舰导弹，令印度海军十分忌惮。巴基斯坦最新的战斗机可以发射强大但奇怪的新型反舰导弹。巴基斯坦空军正在从中国采购100多架 JF-17，以补充老式的 F-16。幻影和歼七为了使得单引擎的 JF-17威胁敌方的战舰，例如印度不断增长的航空母舰舰队，巴基斯坦空军在2017年和2018年购买了20枚 CM-400AKG 反舰导弹，总费用为1亿美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生产的 CM-400AKG 是一种不寻常的武器。据报道， CM-400AKG 具有内部导航系统，可将其引导至目标附近，然后由红外和雷达搜索器共同控制。消息人士称，导弹的掩盖率偏差为5到10米，对印度的航空母舰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据报道， CM-400AKG 可以在飞行的最后几秒进行机动，从而帮助其躲避敌人的防御。消息人士称，它的速度达到音速的5倍。一些观察家指出， CM-400AKG 的高速性能是为了抗衡印度海空军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布拉莫斯导弹是印度3军的杀手锏，空中、海上、海底和陆地通用的布拉莫斯导弹的飞行速度可达到3马赫，并能打击远达400公里的目标。印度将其视为对抗巴基斯坦海军和中国火箭军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在实战中表现过。CM-400AKG 的大小、射程和精准性与其他反舰武器的能力一致。奇怪的是，武器的飞行情况为了避免被发现，大多数反舰导弹都是从低空发射的，这样可以躲入舰载雷达的低空死角。相比之下，
CM400AKG 设计为从高空发射。据中国制造商的数据， CM400AKG 的典型发射高度为8000到12000米。这种武器的明显起源是 SY400 短程弹道导弹，这可以解释这种奇怪的情况。像其他高空弹道导弹一样， CM400AKG 消耗固体燃料，不需要进气口，这使得它不需要采用类似布拉莫斯的冲压式火箭发动机，大大降低了尺寸和重量。要知道，骁龙这样的轻型战斗机是无法挂载那么大尺寸的导弹的，可以说这是中国为骁龙量身定做的反舰导弹。另外，骁龙处在高空时，可以更好地使用雷达扫描远距离的水面目标，配合最新的相控阵雷达，骁龙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锁定印度军舰。巴基斯坦空军的航空反舰力量其实一直非常薄弱，之前只有第8中队的少数幻影5一直保持在可以执行反舰任务的状态，其配备的法制飞鱼导弹也是用一枚少一枚。毕竟如今法国已经是印度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的骁龙要替换的对象包括了幻影3、幻影5、歼7、强5等等，骁龙将会包揽以往的制空、对地支援、反舰等任务。此次采购以后，巴基斯坦空军可动用的多用途战斗机数量将从10个中队拓展至15个中队。印度海军目前有45架米格 29K， 已经有3架坠毁。印度海军对这些老旧的战机也基本不怎么抱希望，可能计划引进美国海军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印度海军还在建造新式的驱逐舰，装备以色列的相控阵雷达和巴拉克8导弹，希望能为航母提供保护。不过巴拉克8导弹射程不足100公里，完全威胁不到骁龙，所以 Block 3批次骁龙和 CM400AKG 导弹对于巴基斯坦空军而言可是如虎添翼的存在。近年来，许多观点认为中国海军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和道路发展的。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海军，确实有很多先进的地方值得我国学习。如美国海军近年开发了海军一体化火控防空系统，将舰艇、预警机、舰载机等编组在一个网络里，通过数据链进行实时的数据传输，最大限度地扩大拦截反舰导弹的范围。这也是美军引以为傲的超水平线拦截。但是在总体的战略方针上，中美两国海军却存在着根本分歧。美国企图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为其实现霸权主义开路，而中国则不同。日前，越南网站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学习苏联的海军模式，做到了强大的苏联都没能做到的事情。1976年，苏联海军上将谢尔盖·戈尔什科夫以海洋的力量为名，宣布了他对苏联海军的战略构想。这一新战略论述了军事、政治、经济和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海军能力建设。其中，在经济和科学上，戈尔什科夫上将指出，苏联应该站在世界海洋发展的最前沿，有必要在大陆架上从事渔业发展、贸易和矿业生产。科学研究在军事上应该建立强大的舰队，同时还应该大力发展各种反舰导弹。如果苏联海军完全遵循这种做法，将使得苏联海军在与美国海军的竞争中取得平衡，并最终击败美国。但是苏联的愿景最终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苏联经济严重失衡，不能支撑这一海军战略。但是这一战略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失败而被世人否定。根据澳大利亚相关专业机构的分析，中国成功解漏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的战略已成为中国海军建造舰队的行动指南。中国海军在实现这一愿景时，并未遇到苏联的问题。如今，在庞大的捕捞船队背景下，中国的捕鱼船队遍布全球，中国的商船队也已遍布全球，科研考察队伍活跃在包括北极和南极在内的世界各地。更加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在数量上超过美国。中国海军总共拥有大约350艘战舰，其中大部分导弹巡逻艇、护卫舰和驱逐舰上都装备了先进的反舰、防空和反潜武器。另外，还包括52艘核动力和柴油动力攻击潜艇、4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和2艘现役的航空母舰。可以说，中国做到了强大的苏联没能做到的事，代替其站在世界海洋发展的最前沿。这就是中国海军实力最好的证明。